喜欢你坏坏表情，耳畔轻牵你那声音，那些粉色的旋律俘获了我的心。喜欢你坏坏表情，明亮眼眸含笑意，你那些单纯的爱意，不知不觉深深陷入你深邃目光，放弃世界陪你去流浪。你到底给我配了一个什么药方？为什么病入膏肓？喜欢你坏坏表情，耳畔轻牵你那声音，那些粉色的旋律俘获了我的心。喜欢你坏坏表情，明亮眼眸含笑意，你那些单纯的爱意。喜欢你坏坏表情，耳畔轻牵你那声音，那些粉色的旋律俘获了我的心。喜欢你坏坏表情，明亮眼眸含笑意，你那些单纯的爱意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前线围攻浔阳、韶关和荣城3城的大军被天楚大军围困了。什么？我早就说过，这战报还未传回，一切都未下定数。陛下，你输了。不可能！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觉得这件事情太过于顺利。我了解端木擎苍，端木擎苍生性多疑，为人谨慎。他如此轻易地放了我，又如此轻易让我和夜郎接头，拿到了情报，不对劲。可要是情报是假的话，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反其道而行之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端木擎苍是故意让我们传假情报，让我们把3城的兵力全部集中到天路城。这样3城的防守就是空虚的，端木擎苍就可以趁虚而入，一举拿下3城。到时候这3城都成了南荒的地盘，孤立无援的天路城迟早粮草断绝，端木擎苍便可不费一兵一卒，便拿下天路城。还好老大和大嫂发现的及时，要不然我们就成天楚的千古罪人了。不过现在端木擎苍胃口这么大，想要和谈的可能性更小了。善战者，求之于事，不责于人。想让他退兵，只有一个办法：行事。好一个认清形势，真不愧是我的儿子。岳父大人已经答应，绝不会伤害南荒士兵的性命，会将他们全部放回家，以示天楚求和的诚意。陛下，这些信都是先皇后留下的，您看完便都明白了。这些信，我已经一字一句的都读过了。现在，我也已为人妻了，并即将成为一位母亲，所以我深深理解先皇后的想法。3月初3，上巳日至，陌上新柳如烟。夫君离家，征战3月有余，不想他春，怕见人成双，唯我独行。国语春暮，芳菲落尽。问君归期未有期，徒增伤感。才情幼余，梅自黄时，腹中孩儿日渐长大。至今未闻父亲之声，实则有愧。雨雪霏霏，寒彻肌骨。愿夫君实现宏图大业，而我的孩儿若为男子，娘亲只愿你逍遥自在，远离征战；若为女子，希望不要再嫁帝王之家。
为了我的孩儿和天下的孩儿，求上苍保佑四海太平，停止征战，家家团聚，不再受别离之苦。请求陛下退兵，让南荒和天楚的丈夫再也不与妻子分离，让南荒和天楚的母亲再也不必为孩儿担忧。传令下去，退兵。据我所知，你这次的生辰宴表面上是太后一手操办的，其实是你父亲搞的。那我们要是不穿他送来的衣服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我接受他是我父亲的这个事实，但并不代表我接受南荒皇子的这个身份。但是其实他能不杀邹副将，已经算是好很多了。蓉儿，我只想跟你相度余生，不被任何人所打扰。放心吧，蓉儿，我自有分寸啊。成儿，父皇送给你的4团龙袍不合身吗？不太习惯。哎啊，皇上不是说好了只谈家事不谈国事吗？一切遵从母后的安排。多谢陛下深明大义，同意退兵和谈，为两国百姓考虑。蓉儿在此以茶代酒，多谢陛下。朕也是看在皇孙的份上，况且攘外必先安内，等稳定朝局之后再上大计，也不失为妥善之举。陛下是还想再赌一次？好啊，又来啦，又来啦！哎呦，这个成儿桀骜的劲儿啊，像极了你父亲和祖父斗嘴的样子。哎呀，哎，白儿见过父皇，见过祖母。白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就等你了，快坐下。大军班师回朝，你作为3军统帅，还未整顿军心，岂有先回府的道理啊？是儿臣疏忽了，儿臣这便回营。走什么？整什么军心？我看你是想整老母亲寒心。白儿，今天是你生辰，这长寿面要不吃就凉了啊！既然如此，就坐下吧。谢父皇。快坐下，快坐下啊！哎，等一会儿，我有个主意。你看看啊，你们兄弟俩虽然是同一天出生的，可是呢，不知道谁大谁小。不如咱们趁着今日生辰定个长幼，谁要是这碗面吃得多，谁就是兄长，如何啊？好。怎么看都是我更成熟些吧？那我这个兄长便当仁不让了。等等，古有孔融让梨，你这个做弟弟的，也应该知道公序良俗、先后之理。臭弟弟！来吧，臭弟弟，你才是弟弟呢。这花荣有身孕，你怎么不去啊？这祖母拉着蓉儿彻夜长谈，我这个做夫君的就被轰出来了呗。也是啊。哎呀，世事无常啊，真没想到
咱俩也有把酒言欢的一天。我相信，以后这样的机会还多着呢。嗯，是啊。对了，段木兄，你就不想问问我关于义父的事情吗？没兴趣。其实他一直都很惦记你。之前我不知道，为什么每年的今日他都会来南荒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他就是来看你的。我不想再听到关于这个人的任何消息。我端木白的父亲只有一个。你们兄弟俩喝酒也不叫父皇啊？父皇。嗯。成儿，这次和谈之后，有何打算？我打算和蓉儿回岛，过逍遥快活、与世无争的生活。那我的皇孙呢？我会把他带回来，看望您和祖母。好。成儿，我知道你的性子随我，决定了的事情就从来不会改变。但你记住，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。谢父皇。和谈文书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回天楚的事吧。好。也许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，回到父皇身边的。随他去吧。至少，我的身边还有你呀。父皇真是好兴致。陛下，说。皇子和皇子妃已经启程回天楚了，还有一事。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懿妃迟试图逃跑，不过已经被隐卫及时抓回。此事，朕会亲自处理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朕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关于制造神威大炮的事情，朕会亲自让懿妃池停手。但是此人怀璧其罪，必须得留在南荒。是。父皇英明。母亲，你知道吗？成儿啊，现在虽然没有回到我的身边，可是他心里呀，已经有我这个爹了。谢谢你啊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。可是你呀，嘴上从来没有说怪我。可是我在想，当年要是我能早点放下执念，说不定你现在
在我的身边。夜夜思情，不见情。小花将军回来了。哎呦，爹！哎呀，哎，蓉儿、成儿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哎呀，这次南荒退兵全靠你们了。爹，这次可不止退兵呢。啊！3日后未失十里坡，父亲他会亲自前来和岳父大人会面，正式签署休战协议。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啊！从今以后啊，爹这把老骨头可以好好的歇息歇息了。对。蓉儿啊，你这个肚子里……我当然是怀了我们英明神武、气宇不凡的花大将军的外孙或者外孙女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赶紧让他看看他外公一夜鏖战的成果。这一屋子玩具都是你爹亲手所做。你看这小动物，小竹篮、小陀螺，还有这木马。这木马是你小时候最爱玩的，赶紧把它生下来，让它玩个痛快。不，爹，打住！我这才怀了不到2个月，您这未雨绸缪的也太早了吧？哦，对了，起名字了没有？乳名道道，还请岳父大人赐名。现在还不知道生男生女，咱们得起一个男女皆用的名字。我再想想啊，多写几个，多写几个。男女皆用的。想必蓉儿的娘亲收到蓉儿怀孕的喜讯，定会非常开心。秦上朝，我是不是有点任性啊？蓉儿何出此言？你看啊，我现在已经有孕在身，结果还背着爹拉着你一起出来放新歌，还顶着夜风看星星。蓉儿想看的不是星星，而是娘亲才对吧？知我者莫若夫君也。方才我观察岳父大人也很期待道道的出生，如今他也有了退隐之心，不如等这次和谈之后，我们带他回花荣岛，让他儿孙满堂，坐享天伦之乐。好呀，其实我早就想我们全家人一起在花荣岛生活了。你看，就跟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，永远在一起，永远都不分离。哦，那蓉儿说说，这7颗星分别都代表谁啊？当然是你爹、我爹、祖母、你和我，还有道道。这么算下来，才6个。莫非蓉儿就是传说中的一孕傻3年？我不理你了。不是，哦，这娘子所言极是，这肚子里怀的一定是个双胞胎，算2个。这还差不多。其实吧，在我心目中，多出的这一颗星宿，一直都是蓉儿的娘亲。她其实一直都守护在蓉儿的身边，让我们逢凶化吉。
来，这儿坐。蓉儿。哎呀，这说起来，我跟端木擎苍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。之前我们在战场上也算是敌人，今天我们要坐到一起签休战协议，而且还成了儿女亲家。人生无常啊！哎，蓉儿，你放心，爹不会在气势上落下的。那是当然。三弟，我跟你说，等着休战书一签，我这海盗王身边的第一谋士也算是战功赫赫。等到时候公主一回来，肯定会拜倒在我的海盗袍下的。二哥，公主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照你这么吃下去的话，你牙肯定会酸倒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这叫疼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报！将军，这是南皇圣上送来的见面礼。哎呀，终究还是落下一筹啊！还是我的亲家公想得周到。打开。这不是邹将军吗？报！启禀将军，今日端木擎苍率大军突袭了浔阳、韶关、荣城3省，皆已沦陷。备马。是。岳父大人，我跟你一同前去。成儿，现在谈判破裂，又连失3城，军中的将士必定会迁怒于你。你带蓉儿先回天禄城，等待我的消息。爹已经走了2天了，前线传来消息，说南荒在占领3城之后，第一时间封锁了天禄城和与京都往来的重要通道。还好爹守得及时，在南荒形成包围圈之前守住了一个隘口。不过，以南荒的兵力来看的话，可能等不到京都援军来，爹就守不住了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这都明明答应和谈了，为什么老大的爹出尔反尔？这不是让老大陷于不仁不义吗？哎，老大、大嫂，我那个说句不好听的，说不定你爹正在利用你们的父子关系，换取信任，故作和谈，其实心里一直都没有打消吞噬天楚的野心。可惜了邹将军，一辈子为天楚鞠躬尽瘁，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。不过秦上城，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，所以我怀疑有什么变故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无论如何，此事因我而起，我必须要给天楚一个交代。明日我便启程，亲自去找他当面对质。如果他真像大友说的那样，就算他是我的亲生父亲，我也绝对不会姑息养奸。钱大友，给我去挑几匹好马，我们明日便启程。哦。啊！小毛驴。灵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被你这么一撞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。一会儿再说。蓉姐姐、秦大哥，父皇得知前线的事情后震怒，连夜颁布圣旨，要处死秦大哥。我估计圣旨很快就要到天禄城了。秦大哥，你拿着我的令牌，赶紧逃出城吧。我秦上城问心无愧，我为何要逃？不过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看来我们的出发得提早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收拾完行李，立刻出发。我这牙也太不争气了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现在连话都说不利索，唯一的杀手锏嘴皮子功夫也废了。算了，不能说话破功，减低我在公主心里的印象分。还是明日再来吧。哎，小钳子，你怎么在我的房间门口啊？啊，是不是太久没有见，你想我啦？
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每次想我的时候就会吃一个？小钳子，你变了，你变得不爱说话了，就像是换了一个人。不过也挺成熟稳重的。好吃，我喜欢。老大，车已经备好了，就在外面。看来还是晚了一步。圣旨到，秦上城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海盗王秦上城隐瞒南荒皇子身份，与敌国暗通款曲，令天楚连失3城，动摇军心，扰乱民心，为平天楚民怨，即刻将秦上城关押地牢，择日处死。钦此。有六公主在，谁都不许动秦大哥。六公主，你可别为难老奴了。皇上因此事发了多大的脾气，六公主你还不知道吗？哎，蓉姐姐不可以接。唉，还是小花将军识大体。夫君，昔日都是你护着我，今日蓉儿也护你一次。你，蓉儿不可。见过六公主，见过于公公。花将军，蓉儿，我们花家承蒙皇恩，世代忠良。如今秦上城勾结敌国，证据确凿，为父确实是无能为力啊！爹，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们？明明这中间有很多曲折，这可是死罪。秦上城，你可知罪？我听从岳父大人的安排。秦上城，蓉儿，岳父大人这么做自有他的安排，别担心，我会没事的。启禀陛下，花满天镇守的隘口已被我军攻下。他率领残军逃回了天禄城。我们要不要趁热打铁，一举将天禄城拿下？贸然攻城，还不如以逸待劳，待他们的心理防线崩溃之日，便是我们攻打天禄城之时。是。父皇，父皇，您为何出尔反尔，令秦上城陷入众矢之的啊？朕是故意而为之。所以他南荒皇子的身份曝光，也出自父皇您的手笔吗？我只有把成儿逼到绝路，他才有可能回到朕的身边。所以在父皇心里，统一天下比任何事都要重要。我们不过都是父皇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罢了。白儿，朕找你来，是让你去救他，而不是跑到这里来教朕怎么做。秦上城是我兄弟，我自然会去。疼吗？你如果下次再跑的话，断的就不是这条腿了。我限你10日之内，给我画出神威大炮的图纸，不然的话，
劫狱？既然妹妹心意已决，姐姐定会舍命相陪。劫狱我也要去，这是成为女侠的必修课，我要紧追蓉姐姐的脚步。大嫂放心，我和二哥一定会。老大不在，作为海盗团最有种的男人，我钱大侠义不容辞。钱大侠，我看你是钱大虾吧。好了，今夜此时，准时行动。哎，二哥，刚刚公主那么说你，你不生气吗？不生气啊。那你牙都好了，你怎么不去跟她表白呢？三弟，现在要杀老大的可是天楚皇帝公主的亲爹。老大现在情况危急，作为兄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要把老大救出来。只有老大平安无事，我才能去跟公主表白，知道吧？啊，这是对老大的负责，也是对公主的负责。有道理啊，二哥。还真有点钱大侠的样子了。走。大嫂，这不太对劲啊！是不是有人先一步救了他？来人是敌是友难以分辨，大家见机行事。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说话，我是蓉儿，你醒一醒。爹，你怎么了？你快起来！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你告诉我。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爹，你起来！没断气，只是晕过去了。我们试着弄醒一刻，看看能不能弄清楚情况。不必了。夏花将军呢？在里面。我们借一步说话。燕城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究竟是谁对华将军下的毒手？是秦上城杀了华将军。你放屁！华将军是我们老大的岳父，千真万确，一个逃脱的狱卒亲眼所见。你说这话都没人信。对，我俩绝对不会相信老大会做出这种事。那秦上城现在人在哪儿？他被端木白救走了，我带人追赶，可惜还是被他们逃出了天路城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去城外追，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？找到秦上城一问便知。哦。跑了一夜，应该逃出天楚的追击范围了。是啊，你现在能告诉我，到底什么情况吗？好，我相信你会替我保守秘密。其实，闪开！走！
你先跑，别管我。你说什么屁话？我秦上城岂会丢下自己的兄弟自己独活？再说了，和你这个臭弟弟，酒还没喝够呢。没想到你这么贪杯。今日即便走不出这片竹林，秦上城要拉着你们一起陪葬。看来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，把秦上城带走。那景王不用管，这是陛下的意思。走。唐白，唐白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能死啊！唐白，你醒醒啊！你放心，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你吓死我了！唐白，唐白，晕过去了，没事。我得尽快带他回去医治，他身份特殊。回天路城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带他回我的营地，你们将这里的一切告诉小仙。哦。你说什么？陛下，皇子身中数刀，失血过多，并且伤口已被感染，在下无能为力啊！无能为力？那我留你何用？拖下去斩了！是，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！你觉得我这样做过分吗？陛下这么做自然有陛下的道理，福秦只听命于陛下。这就好。你赶紧把皇子抬到京城去医治，记住，一定要把他救活过来。陛下放心，福秦定不负所托，这就去安排。等等，把那4个副将给我叫进来。是。参见陛下。传朕旨意，召集大军围城，切断天路城跟天楚京城所有的联系，就连一只蚊子也不许飞进天路城。7日后开始攻城。是。收兵了，百姓终于不用再受战争之苦了。这世间果然没有花小姐和秦上城办不了的事。当初我应秦兄之请，回京都阻止父王出兵，那时我还不知道路该如何走。给你留下那句似是而非的话，你能懂吗？我们还会再相见吗？你这么想我，我怎么会不来？你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是在对我说吧？你一个女孩，你随随便便进我的寝帐，你成何体统？
小谢妹妹都跟我说了，你说我们再见面之后就要白头偕老，所以你不是别的男人，你是我的男人。你自己说的话不会反悔吧？明日我要率兵回京复灭，待我回来，定会给你一个答复。我只要满意的答复。你不说话，就是末日了。既然就这么定了，那姐姐今天晚上就留下来陪你过夜，明日再回岛上。啊？你陪我睡啊？不冷吧？谁站在坡塘前，细读着我的思念，激动的心忽近忽远，淡淡的眷恋会如烟梦中现，时间的另一边有谁缠绵？照在心上，上弦月不圆满，下弦月缺了一半，你在何方？太匆忙，太张扬，冰月成霜，夜未央，气张狂，月影张，炙若寒城，你在心上，无妨自赏。君